我是陆枫。1个月前，丁，毒神系统已绑定，名下店铺一键换新，加满级小笼包技法奖励已发放。丁，首周任务成功，现金100万元奖励已到账。丁，新任务开启，下周美食节夺冠，奖励江城独栋大别墅1套。别墅996摄图1个月逆袭开网红餐馆，系统让金钱来的再猛烈些吧！陆老板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小笼包能不能赢过我家传3代的手艺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即将参与美食节赛事，面临家传3代技艺挑战，系统已为宿主开启特训备战模式。美食节倒计时7天，特训方案共3阶段，请宿主立即开始训练。第1阶段，面团升级，高筋中筋3:7配比，加猪油，55度热水和面，没问题。面皮更薄，韧性十足，嚼劲刚好。第1阶段过关。汤汁比之前多出3成，肉质鲜嫩多汁，口感大幅提高。明天继续精进。褶子太宽，少了一道褶，手法不标准。笨蛋，面皮捏破了，馅料露出。成了。丁，特训全部完成，宿主小笼包品质已达成殿堂级标准。备战7日，明日美食节见成果。难怪底气这么足，原来是赛事赞助商，到时候打分怕是少不了偏向。秦爷，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？小陆师傅，我刚刷到你的朋友圈了，明天美食节比试，老头子我必须到场给你助威。秦爷，美食节现场人多嘈杂，流量大，您年纪大了不安全，在家看电视直播也是一样的。您的心意我心领了。那可不行，这么重要的场面，我不到场像话吗？好，那我明天一定给您留最好的观赛位置。秦爷明天要来现场助阵，李江也说要过来拉横幅撑场面。这场比试我输不了。小伙子，开业才30天，胆子倒是大。小笼包讲究揉面、冻皮、调馅，代代打磨。你这种网红速成路子，顶多哄一哄年轻人。好不好吃，评委尝过自有定断。行，咱们台上见，别等会儿面皮擀破，汤汁漏一地，丢人现眼。李记开30年了，这是传统的底气。可我刷到陆枫直播间，那包子看着绝了，不一定谁输谁赢。各位来宾，本届美食节小吃类最终评选对决即将开始。一方是经营30年、家传3代手艺人李记老板，另一方是开业仅1个月、火遍全网的黑马陆家餐馆老板陆枫。疯子必胜！限时30分钟，3位评委将从面皮口感、馅料鲜香、汤汁浓郁、外观品相4个维度打分。现在开始。你看那年轻人包褶子的手法，18个褶，每个都均匀，收口处的厚度跟皮子一样薄，这功夫没有10年练不出来。可他明明才开了1个月店，要么是天赋，要么背后有人。哎呀，实在对不住，手滑了。哼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李老板故意的吧？他是主办方赞助商，咱们不好多说，只能看成品打分。小子，你等着吧，江城第一小笼包的名号只能是我的。30年老味道，肉馅醇厚，是传统小吃该有的模样。就是嘛，这可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老赵，你们自己尝尝。这汤汁怎么这么多？可是口味再好，李记毕竟是赞助商给咱们打过招呼的。经过3位评委一致裁定，面皮口感陆枫10分，李记8分；馅料鲜香，陆枫10分，李记9分；汤汁浓郁，陆枫10分，李记7分；外观品相，陆枫10分，李记8分。最终比分，陆枫40分满分，李记32分。本届美食节小吃类最佳获得者，陆家餐馆陆枫。疯子牛逼，江城第一包！不是说好了你俩都给李记投标吗？
赞助商又怎样？好吃面前没有人情世故，再偏袒，台下观众得冲上来骂我们。这个分数根本不合理，绝对有猫腻。他的小笼包汤汁多到离谱，正常手工皮冻根本撑不住这么多汁水，一定偷偷加了违规增稠剂食用胶。我要求主办方立刻现场核验它所有剩余食材。不会增加东西了吧？不然怎么能拿满分？看着陆枫挺老实的，不至于干这种事儿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比赛讲究公平公正。既然李老板提出质疑，我们立刻安排工作人员核验陆枫选手剩余全部原料。现场原料全部现验完毕，陆枫选手所有馅料、皮冻、面皮均无任何违规添加剂。汤汁充盈的秘诀是古法长时间熬制肉皮冻分层配比，完全符合赛事食品安全标准。30年老店，输给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一成不变的自己。一味固守过往，不愿改良精进，就算靠着家传名头撑再久，终究会被时代落下。年纪轻轻手艺这么恐怖，以后咱们生意都要受影响。李记都输得这么惨，咱们得抱团，不能让他一家独大。小陆师傅，过来过来，满分，40分满分。我活了70多年，头一回在现场看人拿满分。秦爷，您过奖了，就是平时练得多。刚才你在台上捏笸箩的时候，手速快成那样，每一下力道还都一样，这不是光靠练就行，是心里有底。年轻人有本事还不慌，难得。秦爷，您这么一说，我倒紧张起来了。紧张什么？你赢都赢了，老头子，我今天没白来，看你这一场，比看什么晚会都带劲。疯子，必须请客，你那别墅我还没去过呢。行，我准备下，明晚来，我下厨。小陆老板，小陆老板，我听说你今天拿奖了，还是满分。胡大爷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我孙女看直播了，她打电话跟我说的，还说我供菜的那家店拿了第1名，我高兴啊。胡大爷，您这菜送得好，我才能做得好，奖牌上也有您一份功劳。哎呦，我可不敢要这功劳，是你手艺好，我就是个种菜的。胡大爷，这是我今天在美食节现场做的小笼包，多蒸了1笼，您带回去跟孙女尝尝，算是给您的谢礼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你在美食界上拿奖的东西，金贵着呢。拿着，您要是不收，以后您送来的菜，我可不好意思要了。小陆老板，你是个大好人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马上上超池了，没看到你过来。我之前在陆枫店里见过你，不光帮忙给陆枫烧盘子，还送那个送菜的大爷回过家是不？虽然你撞了我，但是遇事不推卸责任。我公司正缺一个业务主管，你来帮我，工资是送外卖的2倍，怎么样？赵老板，我就一个跑外卖的，还撞了您的车。嗨，你刚刚二话不说就要赔，这一点比很多人强，干不干？刘经理，陆枫，又是你啊！我听见你们说的了，去他公司吧，好事儿。可我40了，还带着一屁股债，债慢慢还，工作先干着。我公司不搞年龄歧视那一套。行，赵总，我干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辜负您的信任。那就说定了，下周1早上9点来我公司报道，地址一会儿发你手机上。陆枫，当初公司解散，我没能护住你们这帮兄弟，心里一直不是滋味。今天看到你混得这么好，我这心里反而好受一些。刘经理，公司倒闭不是你的错，你当年教我的东西，我现在开店都用得上。比如说做任何事都得较真儿，细节不能糊弄。行了，我该去送最后几单了。这人是块好料，就是运气差了点。是啊，不过他运气很快就要好起来了。以前做梦都不敢想，能在这种地方有自己的房子。这厨房
以后试新菜都不用等到半夜去店里了。疯子，我到你家门口了，保安不让进，说必须业主本人确认。你把手机给保安。保安大哥，我是8号院的陆峰，他是我朋友，麻烦让他进来。好的，陆先生，以为您登记访客，可以通行。你知道他年纪比我还小吗？行了，赶紧进来吧。我来了，疯子你等着，我今天要把你这别墅从里到外的逛3遍。以前在这个城市连个能叫来家里坐坐的人都没有，现在终于有了。我操，牛逼！疯子，你这沙发躺上去比我那张床都舒服。不行，我今晚不走了，你得收留我。你睡沙发没问题，但夜宵你得帮工。晚宵做什么？美食节那个满分小笼包，你还没吃过现蒸的吧？今晚试试新配方。你早说啊！还等什么夜？直接包！你说你1个月前还在出租屋里吃泡面打游戏，现在住别墅拿奖牌，做菜还这么牛逼。疯子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去哪个深山老林拜师了？拜什么师？就是运气好，碰到了个厉害的老师。老师？谁呀？我认识吗？行了，上笼。你别岔开话题，你那老师到底是谁？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师。哑巴？算是吧。行了，练好了。我操，这味儿比美食节那天闻到的还香！疯子，这他妈也太好吃了吧！不行，我爸过生日那天你要做一份。疯子，你那店铺的营业时间真不打算改？现在拿了第1，名气更大了，白天开门肯定爆满。暂时改不了，这个节奏我习惯了，也不想乱。你真是个怪人，别人开店巴不得从早开到晚，你倒好，一天2、3个小时，跟闹着玩似的。我要的是好吃，不是多卖，这2件事不一样。行吧，你说了算，反正你做的这东西，就算半夜3点卖，也有人排队。黑马逆袭，开业1月新手评满分小笼包斩获江城10家，30年老店李记爆冷出局。疯子，快看，美食节的新闻出来了，你现在可是江城名人了，有没有考虑过开分店，招加盟？不着急，先把这一家做到极致再说。你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稳了。要我说，趁现在热度高，该捞钱就捞钱。急什么？我开店才1个月，往后日子还长着。行，你的店你说了算。以前租房子，冰箱里永远只有泡面和矿泉水，现在这冰箱看着都让人心情好。赢了美食节，帮了刘经理一把，搬进了别墅。这1个月，好像把以前几年的路都走完了。接下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，不急，一步步来。赵哥，早。早，陆老板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没事儿，我起得早。您说。刘杰今天来公司报道了，穿得整整齐齐，提前了20分钟到。我跟他聊了一上午，确实是个有本事的，做事有条理，人也踏实。那就好。给你打电话就让你放心，你那个前领导在我这儿错不了。谢了，赵哥。客气什么？对了，等刘杰第1月工资发了，我让他请你吃饭，到时候你可得赏脸儿。成，一定到。老秦，美食节直播我看了，那个小陆师傅满分，40分，满分啊！我让警卫去打听过了，李记老板比完赛第2天就把店里的小笼包价格从30降到了25，还贴了新品改良的告示。30年没变过的配方，让一个年轻人逼得连夜改，有意思。你们几个别光在我这儿说，想吃他做的，你们得自己去排队。我倒是想排，可他那营业时间一会儿晚上9点，一会儿凌晨3点，现在又赢了比赛，谁知道会不会再变？我已经让小李问过了，下周开始营业时间恢复晚上9点到11点。小陆师傅说了，忙好美食节这阵子，节奏回归正常。
那就好，老秦，回头你帮我们4个一起排个队呗。排队这种事儿自己来，咱们一辈子做事堂堂正正，哪能事事想着省事儿偷懒？老秦说的对，不过老秦啊，你之前有份蟹黄炒面想独吞的事儿，我们可还记着。那不是还没吃上吗？行了行了，下周咱们哥几个一块儿去，谁也别想偷吃独食。小陆师傅的炒面我惦记好久了。丁，下周任务已刷新。任务内容：下周1周时间内，每天18点到19点出售500份汤面。任务奖励：随机豪车1辆，检测到宿主尚未掌握车辆驾驶技术，附加奖励满级驾驶技术。晚上6点，不是半夜3点。系统，你终于做个人了。系统，你是真的狠，1天1小时，比我以前996还狠。每天100份汤面，1小时内出餐，煮面、调味、出餐，一个流程下来怎么也得2-3分钟。如果排队的人多，我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不过汤面比炒面好做，提前调好汤底，备好浇头，煮面出餐一条线，速度能快不少。明天先去店里试试手，阳春面好久没吃过了。6点营业，终于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。疯子还睡着呢，今天中午的事儿你没忘吧？没忘，你爸生日中午我记着呢。你这一大早打电话就为了提醒我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中午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情况？我二叔李洪安你还记得吧？他今天中午也来，他听说你开了餐馆，非要尝尝你手艺。你二叔我见过，不太好打交道。他那张嘴你也知道，说话不好听。中午他要说什么难听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别搭理他就行。没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行了，你赶紧起来吧，别迟到了。李洪安，以前我去他店里吃饭，那眼神就带着几分瞧不起。今天中午怕是要闹点幺蛾子。无所谓，我是去给李叔过生日的，又不是去给他做饭的。陆先生，早上好。早。一辆出租车都没有，住别墅是挺爽的，就是出门太费劲儿了。等下周任务完成，奖励1辆车，那就方便多了。今天中午去李叔家，正好试试手，给他们做一顿，就当提前练练出餐节奏了。先是一碗阳春面，把手法磨熟，正好当早饭吃了。汤底鲜而不腻，面条筋道不浑汤，火候调味都拿捏住了，下周出餐稳了。中午做鲜肉小笼包和牛肉炒面，提前把馅料调好，面揉好，到了李叔家直接包，直接炒，省时间。齐活了。师傅，兴达花园。我到你们小区门口了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你已经到了，我还以为你没出门呢。等着，我马上下来。江子，这儿。我操，大毛，别过来！赶紧的，把你家狗弄走，别让它闻见食材香。你家的狗属饿死鬼投胎的，赶紧拉走。求你那点出息，上周偷吃小笼包的账还没跟你算呢。大毛最近是不是瘦了？刚才扑上来那一下没以前沉了。别提了，这死狗越来越没出息了。上周我打包回去的小笼包被它给偷吃了。自从尝过你那小笼包的味道，狗粮都不爱吃了，天天趴在那儿舔那几个空打包盒，那几个盒子都被它舔锃光一亮的，还不让我扔。你家这狗比人还挑食。再挑食，把你炖了。你这电动车什么时候买的？以前没见过你骑。去年商场抽奖送的，没啥用，没骑过几次，打算卖了。
别卖了，借我骑一阵子吧。我住的那地方出门太不方便了，走路走到腿断。拿去，送你都行，还没你那2瓶值钱呢。哥，嫂子，这白切鸡可是我店里的招牌菜，5星级大厨做的。我刚才听小江说要请个大厨来，就他以前那个叫什么陆丰的同事，一个毛小子会做什么好菜？人家是小江的朋友，谁家过生日吃这东西？街边小吃嘛。要我说哥，你以后少让小江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走太近。疯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二叔就那德行，我都烦他。没事，进去吧。爸妈，陆丰来了。李叔，给您带了2瓶酒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小峰啊，你人来了就行，还带什么东西？嘿，啊，这可不便宜，还让我尝尝，是不是真的一喝就知道？滚一边去！你看看你，还不如人家小峰呢。你喝也没见你给我带一瓶。小峰，这酒太贵重了，你拿回去退了吧，心意疏领了。李叔，您就收着吧，这酒放我那儿也是落灰，您爱喝正好。好，小峰你有心了，这酒我得留着慢慢喝，舍不得一下子喝完。陆丰是吧？听说你失业后自己开了家餐馆，勇气可嘉啊！回头有空我去照顾照顾你的生意。李叔阿姨，江子说你们想吃小笼包和炒面，我带了些食材来，现在做。先做小笼包吧，好几天没吃，真有点馋那口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做。我进去帮忙。你进去别添乱，人家小峰忙着呢，你就在外边待着。我进去递个盘子也行啊。去，顺便偷学2招，咱也开个礼记。疯子，我来了。疯子，你教我包一个呗，看着也不难。你确定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把馅儿放进去，捏几下吗？哎，那你先揉面，我看看。哎，江子，要不你还是歇着。不行，我今天非得学会。你看我擀皮。江子，你是个好人，但这个厨房不太适合你。让你进去帮忙，帮什么了？帮倒忙了是吧？那桌子质量不行，赶紧换衣服去，别在这丢人了。来，大家别等他，先尝尝我带的白切鸡和啤酒鸭，5星级大厨做的。那小子的小笼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出来呢。这白切鸡味道不错，啤酒鸭也够味儿。哥，你就等着吧，那毛头小子做的东西能有5星级大厨做的好吃？什么味儿？这么香？好像是厨房那边传过来的小笼包的香味儿。这味道，李叔，小笼包蒸上了，10分钟就好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小峰，快坐。小笼包嘛，做的再好吃也就那样，能比得上我店里的白切鸡和啤酒鸭？那可是一份300多的菜。二叔，你那啤酒鸭吃着也就那样，跟疯子做的小笼包比差远了。你都少说2句，今天你爸过生日，别吵。来了，快！就是这个味儿。太好吃了，这小笼包跟我以前吃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皮薄馅儿大，汤汁还多。这味道怎么可能？一个毛头小子做出来的东西，比我那5星级大厨做的还好吃。没了，这么快？小哥还有吗？没了，小峰还带了炒面来，那是我的长寿面，你们别想了。哥，你这就过分了，哪有人拿炒面当长寿面的？炒面不是面，怎么就不能当长寿面了？就是，而且长寿面得大家一起吃才好，叫分福。行，小峰，辛苦你多做点，让他们也尝一口。
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炒面味道真顶。可不是嘛，锅气十足，咸淡更好。可惜分量看着多，一抢立马见底。江子，之前藏的那2份小笼包呢？你偷吃了？没有啊，我打算一会儿再吃的。不，我的小笼包！疯子，你会做狗肉吗？要不我学学。小凤，今天辛苦了，你这手艺叔佩服。李叔客气了，您生日高兴就行。小陆，等你半天了。李老板，有事儿？小陆啊，以前是二叔不对，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今天做的那小笼包和炒面，我是真服了。谢谢。小陆，你那小店1个月能赚多少？有没有兴趣来我饭店干？我给你开1个月1万，年底还有分红。没兴趣。你别急着拒绝啊，待遇可以再谈，我给你加到12000。李老板，我现在自己开店挺自在的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小陆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给你当牛马，我自己当老板不香吗？阳春面，汤底用猪油、酱油、葱花，面要现揉现切，不能提前太久，不然会黏。明天下午4点出发去店里，提前和面调汤底。1天100份，1小时出完，得把流程优化到极致。煮面锅一次出5份，1轮5分钟，1小时能出12轮，就是60份，不够，得用更大的锅，一次出10份。系统商城里应该有商用煮面锅，明天去看看。以前上班的时候最怕周一，现在开店了，居然有点期待周一。哎，老板，阳春面。好嘞，1碗阳春面。我也要1份阳春。收到，马上给您安排。您的阳春面好了。我的妈呀，这面也太鲜了，汤底一点不齁，比别家好吃10倍。老板手艺绝了，还得是你啊，陆老板。味道倒是1碗没翻车，全都稳住了。可1小时100份，只靠我一个人硬撑，胳膊都快累废了。天天这么熬，以后长期开店可咋整啊？梁大厨，你在这坐着干什么？菜备好了，明天的食材准备了。老板，菜都备好了，明天的事情我也安排好了。你最好安排好了。美食评论家安良下周要来品菜，那几道菜你抓紧练，别到时候掉链子。老板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哼，你今天的啤酒鸭味道不行，我吃着都一般，安良那种嘴更别想糊弄。好好反思一下。我做了10几年菜，你一个开饭馆的懂什么？啤酒鸭味道不行，你行你上啊！梁大厨，那明天的菜照常做，还能翻天不成？老板，安良先生的助理刚才来电话了。怎么说？安良先生说，明天的品菜取消。什么？取消？为什么？助理没说原因，就说安良先生临时有其他安排，品菜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你给助理回电话，问能不能改天，要不我亲自上门去请。老板，我刚才已经问过了，助理说安良先生的行程已经排满了，近3个月都没空。3个月，3个月黄花菜都凉了。去，把梁大厨给我叫来。好的，老板。安良明天不来了，你知道原因吗？老板，我哪知道安良先生的想法呀？安良这人从来不无缘无故取消预约。你上次做的那些菜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还是你干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？老板，我什么都没干啊，我就是正常做菜。行了，你先出去吧，安良的事儿我再想办法。完了，安良取消预约，我托人给送了3万块，收了我的钱却不办事，反倒把品菜取消了。3万块打了水漂不说，老板这边还起疑了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把这事圆过去，要不然等老板查出来，我这工作就彻底保不住了。
喂，王哥，是我，安良那边出了点事儿，你那儿还有没有别的路子？喂，大厨，我刚回酒店，你那个事儿我想办法又联系上了。安良明天中午有空，他说可以再见你一面。真的？在哪儿见？就你们饭店，明天中午他来你们饭店的包间。那行，王哥，这次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回头大厨，我就帮你到这儿了。安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我懂，这次我有准备，你放心。上次那3万块，他说不定是嫌少，这次加点码，5万，重金之下，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。安良老师，先喝口茶歇歇吧。小月，那家饭店的事儿，明天之前我要发出去。今天就发？您不是明天才要过去吗？那家饭店从菜品到人品都有问题，就今晚发。餐饮行业走到今天，靠的是真本事，不是后勤。我要是收了那笔钱，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对我的读者的背叛。那给钱的那位厨师，他跑不掉。我虽然不能当场把钱甩回他脸上，但这件事我一个字都不会漏，让所有想走这条路的人都看看，安良这里不吃这一套。就这几样，安排吧。安老师，您能来真是我们饭店的福气。安老师，这5万块钱一点小心意，您笑纳。你跟谁学的？安老师，我这是真心实意想跟您交个朋友，没别的意思。您要是觉得少，我问你跟谁学的？之前3万，今天5万，你把我安良当成什么人了？今天的菜我不吃了，你回去告诉你们老板，安良最恨的就是被人用钱收买。你自求多福吧。全完了。老板，你快看，安良昨天半夜发了篇文章，说我们饭店的主厨给安良塞了钱，梁大厨他又……梁大厨他在哪儿？2楼包间。你又给他塞钱了？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完了，我这家店完了。安良一发那篇文章，全江城的食客都知道我这里有个塞钱的主厨，谁还敢来吃饭？你干什么去？梁大厨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电话关机了。他住的地方东西都搬走了，房东说他退租了。好了，好一个梁大厨，捅了这么大的瘤子，甩手就跑。老板，饭店那边还有几桌客人吃完之后没给钱就走了。没给钱？为什么不拦住？客人说安良那篇文章里写的菜，他们觉得不值那个价，不肯付。算了，不拦就不拦了。现在拦了，他们更得在网上骂我们。陆峰那边，上次我找他，他不在。明天一早我去找他，他那手艺如果能来我店里，安良这件事说不定能挽回。老板，上次他拒绝过你吗？上次是上次，这次我加钱，他要多少我给多少，我店都快黄了，还在乎那点钱？小陆，可算等到你了。李老板，您这是一大早的怎么在这儿？小陆，我这次来找你还是上次那件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加钱2万1个月。来我店里做主厨，什么都好说。他这么着急找我，估计是那家饭店真出事了。安良那篇文章我也看到了，批的确实狠，这是病急乱投医，把宝压在我身上。李老板，我上次就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自己开店挺好的，没打算去别的地方。2万5，年底分红另算。小陆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那店规模比你这个小罐子大多了，你来我那儿前途比这儿好。李老板，真不是钱的事儿，我这店刚有起色不开，再说我喜欢自由，受不了别人管着。行，小陆。你有主见，我服了。以后有空我来你店里吃饭，你那手艺我是真服气。随时欢迎。要是早认识你，我那店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步。请问有人在吗？在的。你是来吃饭的？今天营业已经结束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老板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看到您门口贴的招聘信息，想问问您这里可以做兼职是吗？
你是附近的大学生？我在江城大学上大一。我看您招兼职服务员，我之前在超市做过收银员，有健康证的。时薪100，但不管饭。我可以在学校吃，没关系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胡小云。明天晚上6点，你先来试1个小时，要是能干得了，就留下。好，谢谢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小姑娘，给我来一份红烧牛肉面，大份的，牛肉多放点儿。大爷，咱们店就1个分量，但牛肉肯定不少，您放心。好，那我等着。我也要红烧牛肉面，听说陆老板牛肉炖的入口即化。给我来阳春面吧，牛肉面明天再吃，今天先尝尝清汤的。红烧牛肉面2份，我跟我老婆一起的，她排队排了半个小时了。不好意思，大哥，咱们店每人限购1份，您和嫂子分开排的话，才能1人1份。现在您排到的只能买1份给您自己。行吧，那我先来1份，让他一会儿自己排去。这规矩服了。陆哥，7份红烧牛肉面，4份阳春面。收到，前2锅马上好了。嚯，这味儿，牛肉块这么大，小鹿10成啊！老秦，你这也太香了，分我1块呗。刚才谁说要吃阳春面的？现在后悔了？晚了。我也点的红烧牛肉面，在路上了。这牛肉炖得透透的，一咬就化。这酱汁，老徐，我后悔了，我也该点牛肉面的。我看老刘也快了，等会儿他的上来，咱们懂的。我操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活了20多年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牛肉面。老秦，我收回我以前说的话，这牛肉面里的牛肉确实比进口牛肉好吃多了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老秦的眼光什么时候差过？老魏，我刚才帮你尝尝咸淡，不咸不淡，正好。我帮你尝尝牛肉炖的够不够烂，烂度正好，入口即化。你们2个脸呢？还好我吃得快。这几个大爷也太逗了。不过说真的，这牛肉面确实值这一桌人抢。别说话了，赶紧吃，面快坨了。爸爸，这面太好吃了，我们明天还能来吗？能，不过明天早点来排队，不然又要等好久。那我明天放学就跑着来。以前中午都在工地附近吃盒饭，油大还咸。这碗阳春面清清爽爽，吃完浑身都舒服了。68一碗，我之前觉得贵，现在觉得值。光这碗汤，外面就喝不着。陆哥做的面不仅好吃，还能让人说出这种话。这份工作真的很特别。陆哥，今天一共卖了多少份？你那边的订单加上我这边补的，110多份。100多份，1个小时。以前我在超市一整天也就收100-200单，说明咱们效率高了。你来了之后，我不用分心管前面，专心做面，速度自然就上来了。你功劳不小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，还是陆哥您手艺好，食客们才会这么买账。坐下歇歇，一会儿吃饭。陆哥，我能问您个事儿吗？问。您开店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以前就是个普通程序员，天天996，月底工资还攒不下几个。现在嘛，现在虽然也累，但累得踏实。小云，今天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有没有出岔子？老板凶不凶？没有，今天特别顺利。陆哥人真的很好，食客们也都挺热情的，而且陆哥还给员工餐，今天吃的还是红烧牛肉面。天天吃陆老板的面还能拿时薪100，小云你这是人生赢家啊！你小声点，别人都睡了。不行，下周我也要去排队，你帮我看好哪时人少，我要吃红烧牛肉面。每天人都多，周末陆哥好像不营业，你要吃周五早点来排队应该有。周五我4点就起来排队，为了这碗面拼了！小陆老板，今天的菜我送来了。爷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小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胡大爷，您就是小云的爷爷。小陆老板，小云她是你店里的服务员。爷爷，原来您一直给陆哥送菜啊？您怎么没跟我说过？我哪知道你说的美食街一家饭馆就是小陆老板这儿啊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小陆老板，你真是个好人呐，我孙女能在你这儿干活，我100个放心。胡大爷，您别这么说，小云这孩子老实勤快，能来帮我是我的运气。今天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开始小陆又该休息了，今天必须多吃1碗。我今天也点红烧牛肉面，
不点阳春面了，谁拦我跟谁急。那我今天也破个例，尝尝牛肉面。加我一个。群里说今天牛肉分量比前几天还足，因为要清库存了。那我今天要点3份，限购就让朋友帮忙带。别想了，陆老板认脸，不是本人来的不给买，你别白费力气了。陆哥，15份红烧牛肉面，7份阳春面，后面还有。来多少做多少，今天不把锅煮干不算完。陆哥，最后1份卖出去了。丁，本周汤面任务已完成，任务奖励随机豪车1辆及满级驾驶技术正在发放中，奖励抽取中。丁，奖励发放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黑色巴赫1辆，已停放于云顶华庭8号院，专属车位，满级驾驶技术已注入，宿主已掌握全部驾驶技巧。小云，今天的面你多吃1碗，冰箱里还留着昨天的牛肉浇头。陆哥，您这是中彩票啦？差不多，今晚加餐。陆哥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你说。下周的营业时间，不管几点，我都想来。白天我请假，凌晨我自己想办法。我不想错过上班的机会。行，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您说。如果下次实验时间跟你期末考试冲突了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放你假，不扣工资。学生就得以学业为重，听到没？听到了，谢谢你，陆哥。别动我手机！你们这么坑骗消费者，我必须要曝光你们！家人们，避坑啊避坑！这家店用的全是冻了不知道多久的食材，根本不新鲜，卖88一位，太黑心了！想吃真正的美食，来江城陆家餐馆，在那儿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味道。小肥龙做探店视频，还不忘在最后给自己打广告。家人们避雷啊！上周我去那个海鲜自助吃完，当晚就进医院了，急性肠胃炎，医生说可能是食物中毒。真心奉劝大家远离那家黑心店。生病了就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，以后随时欢迎来店里吃。做美食博主也不容易啊，看着光鲜，背地里遭这么大罪。阿良哥、小月姐，我得好好招待你们。小龙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看你发的视频，这次遭罪不小。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谢谢阿良哥关心。今天下午刚办完出院手续，听到你来江城了，我赶紧就过来了。阿良哥，你这次来江城去了哪些店？感觉怎么样？红安饭店，我去过几次，感觉还行啊。他们家白切鸡、啤酒鸭做的还不错。那也叫不错。那家店的厨师手艺顶多算中下水准，而且我还真没见过哪个5星级大厨企图用红包收买美食评价的。可不是嘛！来之前我跟他们说了多少遍安良老师的规矩，结果那个主厨还是偷偷塞了钱，气得安良老师当场就把钱摔地上了。这家店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业内谁不知道安良哥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？所以我这次来江城，总体挺失望的。安良哥，你们这是没找对地方。江城有个店叫陆家餐馆，虽然店面不大，但老板手艺绝对顶尖，跟那家店比起来，红安饭馆什么的全得靠边站。陆家餐馆，是不是你之前短视频里拍过的那家？对对对，就是那家。安良哥，你这次来江城，要是没吃到陆老板的手艺，那可真算白来了。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？今天来不及了，这家店营业时间特别随性，这周是晚上6点到7点，1小时就关门。1小时，这老板倒是有意思。安良哥，明天我带你们去，保证你不后悔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
队伍都排到拐角去了。正常正常，陆老板这店哪天人都多。你们好，来吃饭的话，麻烦到后面排队。小妹妹，麻烦你去跟你们老板说一声，我们是……小月，算了，排队就排队吧，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们去排队。又来几个排队的，今天人更多了，咱们今天可得早点吃完，去排第2轮。欢迎光临，今天有香菇炖鸡面和阳春面，请问您想点哪个？一份鲜肉小笼包，一份色黄炒面，再来一份……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周只卖汤面，其他的暂时没有，墙上有标注的。那就一份香菇炖鸡面。你这温馨提示还敢再明显一点？汤色清亮，面条根根分明，鸡肉堆在面上，香菇片吸饱了汤汁，泛着油光。鸡肉入口即化，鸡汤醇厚鲜甜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调料味，这手艺跟昨天那家饭店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这家店的老板是真正有本事的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这碗面还没吃完，麻烦您吃完再离开。我吃不下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处理就行。我们店有规矩，点了的食物不能浪费，没吃完的话不能离开。我付了钱，浪费不浪费是我的事儿，规矩是我定的。在我这儿吃饭，点了就得吃完，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，但绝不能浪费。如果我就是不吃完的，你还能拦着我不让我走？你可以走，但你走了以后就上了我这里的黑名单，以后再来恕不接待。小陆说的对，粮食不能糟蹋。我年轻那会儿一天就吃2顿饭，1粒米掉地上都得捡起来吃掉。安老师，他家老板就这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吃完了，这总行了吧？谢谢配合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规矩比菜还多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面条稍微有点硬，汤底有明显的香精味。安良老师，您怎么了？这面我不吃了，走。啊，可面才刚上来。别吃了，赶紧走。厨子一边拉面一边抠鼻屎。先生，您还没吃完呢，是不是觉得味道不合口味？要不要我让老板亲自给您拉一份？我们老板做了30年拉面了。不用不用，我们饱了。安良老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抠鼻屎？去汉堡店吧。安良老师，您还在为昨天那家店的事儿不舒服啊？没有。那您昨晚发那篇专栏的时候，写到陆家餐馆的时候，写了400多字呢，比之前那2家加起来都多。那是因为那家店确实有东西可写。那您今天还去吗？我听小龙说，今天陆老板做了新口味猪脚面。不去。我说了，以后再也不去了。真的不去？猪脚面哎，您不是最喜欢吃猪脚的？不去。那好吧，我自己去。您有什么想吃的，我给您带回来。猪脚面，哼，一碗猪脚面而已，不吃又能怎样？老刘，你后面那个捂得跟蒙面大侠似的，该不会是什么坏人吧？大热天穿外套确实怪，不过咱不管闲事儿，只要不插队就行。一份猪脚面。您是昨天那位盛面的先生吧？今天天气挺热的，您要不把口罩摘了吧，闷着多不舒服。你认错人了，我第一次来。昨天您来也带的这块表。
是我又怎么样？您昨天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？我没说过，你记错了。你是那个美食游记的作者吧？安良老师，我是你粉丝。安良老师来陆老板这儿吃饭了，明天专栏肯定要写。小姑娘，麻烦帮我叫一下你们老板出来。好。找我。老板，我是《美食游记》的作者安良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美食游记是什么？类似肥哥带你吃那种抖音号吗？我是写美食专栏的，美食圈里的人都知道我。你这店要是让我写一篇，生意能翻好几倍。哦，谢谢。不过我现在是营业之间，忙着呢。你是来吃饭的，我欢迎。要谈别的，等营业结束再说。老板，猪脚面还要不要？后面还有人等着呢。要，正常饭量。好。这老板是真不在乎，还是在装不在乎？这猪蹄炖得软烂却不失嚼劲，入口即化和弹牙两种口感竟然同时做到了，这手艺比昨天那碗香菇面还要好，难怪他不在乎我的专栏。这手艺确实不需要我宣传，能做到这个程度的，光是口碑就够他火了。天才的厨艺，完美的味道，这趟江城值了。那个胖子，站住！没看见这么多人排队吗？插什么队？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找老板有事儿。有事儿也不行，你这一耽误，大家还怎么吃？后面排队去。就是什么人啊，他都还这么理直气壮。后面排队去，别耽误大家吃饭。妈的，为了请陆枫，老子忍了。老二，快快快，我都等了半小时了。什么味儿这么香？好像是那边那桌的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看着也太有食欲了。说好了，一口汉堡换一口面，汉堡先拿来。给，你快吃，我等不及了。这猪蹄太绝了，比上次的牛肉面还好吃。老二，该我了。我操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兄弟，你这面在哪儿买的？地址给我，我现在就去。这杯可乐送你，告诉我地址就行。美食街陆家餐馆，不过老板6点营业，7点就关门。现在过去，跑快点的话，可能还能赶上。陆家餐馆，等等我！小王，看着店，我去排队。老二，汤给我喝一口呗。没门儿，这汤我要留着泡饭。那你刚才说好的2口面，我明明只吃了3口，还差1口。你摸着自己良心说，你第3口是不是快把碗底都刮穿了？陆哥，收工啦！陆枫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李叔，我还没吃饭呢，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。没事儿，你先吃，我不着急。赵总，那人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是上次红安饭店那个老板，叫什么来着？红安饭店。那天他店里的厨师跟你吵起来，你还掀了桌子。是他呀，他拎着东西来这儿，不会是来挖人的吧？李叔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小陆，你还是上次那个事儿，来我店里做主厨，条件你开，2万5一个月，年底分红另算。李叔，我说过了，我这店刚起步，走不开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小陆，我店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没有你，我这店真的撑不下去了，你就当帮二叔。李叔，不是我不帮，我真没打算去别人店里，我这儿挺好的。这位老板，你也想请陆老板，那怕是要排在我后面了。钱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陆老板，我是阳城的钱文山，我想邀请您去阳城发展，场地、设备、人员全部我来安排，利润你7我3，您考虑一下。钱总是吧？我记住您了。不过我现在真的不考虑去别的地方，谢谢您抬举。不急，陆老板慢慢考虑，我还会在江城待几天，您想好了随时联系我。一个开价2万5，一个让利7成，
陆老板这是要把江城餐饮界的天捅破了。安良哥，你这几天还去别的店了吗？前几天去了一家拉面馆，卫生状况不堪入目。拉面馆不提了。总之这几天在江城，唯一让我觉得没白来的就是那家陆家餐馆。安良哥，你也这么觉得？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，也被那味道镇住了。他那碗猪脚面，火候、调味、选材，挑不出毛病。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厨师，全国都没几个。阿良老师，那您那篇专栏还写他吗？再说吧。系统下周该发布新任务了。这周汤面卖得不错，就是营业时间太短，每天都跟打仗一样。陆老板，下次带我朋友来你店里吃面，他嘴挑得很，但我打包票，他吃完就得服。来吧，最近在研究新口味，到时你们早点到，晚了排不上。提前炖好冷藏就是省心，不用每次现炖，做起来快很多。谢谢，再吃一口好不好？就一小口。不想吃，吃了会吐。爸爸，好香啊！外面有人在做好吃的吗？西西，你说什么？好香，是从那边飘过来的。爸爸，我想去看看。走，爸爸带你去。爸爸，就是这里，香香的味道是从这里飘出来的。你好，我是隔壁9号院的业主，姓林，这是我女儿林夕，她刚才闻到你家做饭的香味儿，非要过来看看，冒昧打扰了。进来吧，我正在做番茄牛腩面，刚煮好，热乎的，要不要来一碗？想，谢谢大哥哥。那快进来，面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大哥哥，为什么我的碗里没有肉啊？听你爸爸说你现在身体还没好，肉不好消化。今天你先吃面喝汤，如果吃完肚子没有不舒服，下次大哥哥给你煮最大的一块肉，好不好？那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爸爸，这个面好好吃，比医院食堂的好吃100倍。那，西西你慢慢吃，别着急。小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枫。陆枫兄弟，你是我女儿的恩人，以后有任何事儿，只要我林一鸣能帮上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都是邻居，别这么客气。西西喜欢我做的饭，我也高兴，以后想吃就来。大哥哥，晚上我还能来吃吗？晚上我得去店里，不过你要是想吃，可以让你爸爸带你来店里。店的位置，什么时间？陆家餐馆，这周晚上6点到7点营业。美食街开小餐馆，能住进这里的别墅。晚上我们一定到。大哥哥，晚上见，我还要吃面。晚上见。周医生，你说这个主动开口吃东西了？是，他父亲说今天中午他闻到隔壁邻居做饭的香味，主动说想吃，吃了一小碗面，没有呕吐，并且还想吃。什么面？番茄牛腩面。番茄牛腩面很普通的食物，一个厌食症病人怎么可能被一碗普通的面打动？先去病房看看孩子。爷爷好。小姑娘，你中午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，大哥哥做的番茄牛腩面超级好吃，就是爸爸不让我吃肉。那位邻居是什么人？他叫陆枫，在隔壁美食间开了一家小餐馆。西西闻到香味儿就非要过去，原本我也担心他会不舒服，但他吃了之后精神比之前好多了。陆枫是陆家餐馆吗？对，就是陆家餐馆。小张，你认识那个老板？
认识认识，孙老，那陆老板的手艺绝了，我每天下班都去他那儿吃。既然那地方离医院不远，晚上我们也去尝尝。好的，孙老。小张，你安排一下，咱们7点半过去。周主任，7点半太晚了，陆老板7点就关门了。7点就关门？现在还有餐馆7点关门的？陆老板这人比较特别，这周晚上6点到7点营业，多1钟都不等。孙老，那您看6点到7点，一天只营业1小时，这老板有意思。那就6点去，早去早回。行，6点到，你安排好。爸爸，我们也早点去。好，听西西的。能让厌食症病人主动开口的厨艺，我倒真想见识见识。这么多人，小张，你确定来这儿没错？周主任，您放心，陆老板手艺值这个队。周医生，排队怕什么？我年轻时候在川渝老家吃面，排过1个小时的队，能让大家甘心排队的店，必定有它的道理。张医生，今天带朋友来啦。今天是番茄牛腩面。孙老，是番茄牛腩面，那就正好尝尝。这面条卖相倒是不错，难怪那个小姑娘愿意吃。这碗面确实有让人开口的魔力，面条揉得筋道，牛腩炖得酥烂，火候和调味都挑不出毛病。这个年纪能做到这样，少见。孙老，我就说陆老板手艺过硬吧。尝尝你这个味道怎么样？我牙口不好，看看你这猪蹄软不软烂。周主任，孙老，我这碗面我还没动过呢。小张啊，回头来我办公室，我把这些年整理的疑难杂症资料让你看看。小张，明天你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亲自在旁边指导你，这机会可不多。孙老，您要亲自指导我手术？小张，下个月的排班表我还没签字呢。周医生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当领导的得照顾下属。小张要是天天值夜班，白天还有精力跟我学吗？孙老，您这是挖墙脚。实在不行，小张你跟我回川渝吧，我正好缺个学生。以后再也不带领导来陆老板这儿吃饭了，尤其是爱吃猪蹄的领导。这老板确实有本事，一碗番茄牛腩面能做到这个份上，我这些年走南闯北，没见过几个能跟他比的。一个厌食症病人能被一碗面打动，这不光是味道的问题，这碗面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东西。孙老，我收回之前对这店的怀疑，这队排的值。值是值，就是我的猪脚全没了。明天孙老指导你手术还不够你臭屁的。孙老，明天我一定好好表现。行了，明天再说。现在我这老头子也在琢磨，那碗面的配方里到底放了什么，能让一个厌食症孩子主动开口。各项指标都在回升，尤其是维生素水平和体重，比入院时都有明显好转。照这个趋势，再配合正常的饮食恢复，他的身体很快就能回到正常水平。您的意思是，西西他快要好了？现在还不敢说再往好的方向走，这个速度比我预期的快很多。爸爸，我以后天天都可以吃大哥哥做的饭吗？等你好了，爸爸天天带你去。小张，那个陆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年纪不大，手艺却这么老道。孙老，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他之前是程序员，公司倒闭了才开店。这样的人只守着一个小餐馆，倒是有点可惜了。大哥哥，这个送给你，是我最喜欢的，谢谢你给我做好吃的。谢谢西西，大哥哥收下了。进来吧，今天给你做鸡汤面，很清淡的，保证你吃了不难受。陆峰兄弟，西西的妈妈走得早，她从小就敏感，生病之后除了我和医生护士，她谁都不肯亲近。你是第一个让她主动想见的人，可能是因为我做的饭正好合她胃口吧。小孩子嘛，谁对她好，她心里清楚。大哥哥，这个面也好吃，虽然没有之前的番茄牛腩面香，但吃了肚子暖暖的。那当然了，这个面是专门给你做的，养胃的。大哥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好多好多肉啊？等你身体再养好一点，到时候我给你炖一整锅红烧肉。那说定了。说定了。先生，小姐昨晚睡得特别好，一觉到天亮也没有吐。
那就好。爸爸，我们今天大哥哥店里吗？去，不过我们要早点去排队。那我现在就去换衣服。哎呦，这小姑娘看着好小，怎么这么瘦？爷爷好。哎，好，小姑娘，你也来吃小鹿做的面？大哥哥做的面超级好吃，我昨天吃了2碗呢。那你多吃点儿，吃了小鹿做的面，身体会越来越强壮的。张医生，今天也来啦？那必须的。不过今天可得看好我的猪脚面。西西来啦，今天想吃什么？鸡汤面。大哥哥说今天有鸡汤面。西西，你的面给你多煮了一会儿，软一点好消化，马上就好。谢谢大哥哥，我一定能吃完。小张啊，之前你那猪脚我吃着还挺对胃口的。我也觉得不错。孙老、周主任，今天这碗是我的，你们……小张啊，上次你说的那个病例分析写的确实不错。小张，明天手术完来找我，我跟你聊聊消化内科最新的研究方向。孙老、周主任，你们……行了，孙老咱别抢了，人家小张还没吃呢。小张，你推荐这家店确实不错，这几天在江城就在这家吃饭最舒心。小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爷爷，我10岁了。10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以后多来小鹿这儿吃饭，他做的东西养人。大爷，您也经常来这儿吃？从这小子开店第1天就来吃了，他这手艺啊，整个江城都找不出第2个。我家西西的病全靠陆丰，他是我们的恩人啊。陆丰兄弟，这是一点心意，你这份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还，这卡你收着，就当西西的饭钱。林哥，我跟西西有缘分，做顿饭顺手的事哪有收钱的道理？你要真觉得过意不去，以后多来吃几顿，他能恢复健康，比什么都强。陆丰兄弟，你这份人情，我林一鸣记下了。大哥哥，明天还来吃？明天还来，我给你煮粥。陆哥，那个小姑娘是您隔壁邻居家的？厌食症，好几个月没怎么吃饭了，这2天总算能吃下去点东西了。陆哥，我发现你这人有个本事。什么本事？你做的饭不光好吃，还能让人好起来。那个小女孩是这样，我爷爷也是，他来你这儿送菜之后，精神都比以前好了。别瞎说，我就是个做饭的。反正我觉得是。怎么了，江子啊？最近都没见你来店里，忙什么呢？嘿嘿，我有正经事儿。疯子，你明天有空没有？来我家一趟呗。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？来了你就知道了，反正是正经事儿，对我挺重要的，你千万得来。行吧，明天几点？10点，10点之前过来就行。对了，明天别骑小电驴了，你打车过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过去。你那小电驴能骑过来？行吧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林夕的最新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孙老看了之后说，再观察2天就可以考虑出院了。这么快？孙老说他的恢复速度比预期快了1倍，主要原因不是药物，而是他能正常进食了。孙老说，那个陆老板不只是个厨师，那是什么？是个能用食物当药的人。行了，你忙吧，明天孙老走之前再请人家吃顿饭。周主任还去陆老板那儿？那这次我能不能点双份猪脚面？想得美，限购。能不能让我吃上1碗完整的猪脚面？孙老说，那个陆老板不只是个厨师，是个能用食物当药的人。林夕这个病例，所有常规治疗都效果有限，最后却因为1碗番茄牛腩面打开了突破口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好吃能解释的了。林夕不是个例，如果陆丰的厨艺真能对厌食症患者产生正向作用，那这个价值远比1碗面1道菜要大得多。我得找个时间正式跟陆老板聊聊这个事儿。
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是隔壁的，林先生在吗？我来给他送点东西。陆峰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这是我兄弟，怎么不让人家进来坐？赶紧泡茶，把我那罐好茶叶拿出来。不用麻烦了，林哥，我一会儿还要去朋友家。这是我给西西炖的猪蹄，还是热的，中午你们直接吃。陆峰兄弟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每次都让你费心，举手之劳。对了，西西昨天去医院检查情况怎么样？医生说各项指标都在好转，连孙老都说不可思议。西西的厌食症症状减轻了很多，昨天晚上睡觉前还自己主动吃了个苹果。那就好。大哥哥，你这孩子，看到大哥哥高兴的鞋都不穿了。西西，我给你带了炖猪蹄，中午和你爸爸一起吃。谢谢大哥哥，大哥哥你最好了。我的乖乖，咱们小区什么时候住了个开巴赫的？这车至少400万吧？江子，我到了，在地下车库。车库？你小子买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前段时间提的。你下来吧，我在14栋2单元电梯口。我靠，等着，我马上下来。这儿。我操！我操！八和！疯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中彩票了？这车得300-400万吧？前阵子你还骑我小电驴呢。没中彩票。疯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被哪个富婆包养了？你赶紧帮我问问，她还有没有单身的姐妹？滚一边去！这车是我开店赚的。兄弟，你这巴赫回头借我开2天呗。你那破大人从不是挺好的吗？我那破大人从能跟你这巴赫比吗？这车开出去，连狗都得回头多看2眼。行了行了，回头再说。你先告诉我今天叫我来抵什么事儿？上楼你就知道了。你家大毛这是怎么了？你又揍他了？天地良心，我好久没揍他了。谁知道这狗家伙怎么回事？早上遛完回来就扒门想出去。家里什么味儿？你点什么东西了？你等着。陆大厨，帮兄弟我品鉴一下。这是你做的？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认识他这么多年，连泡面都没见他煮过，今天居然炒了一盘菜。那个，我刚想起来，我出门前吃过饭了。疯子，这盘菜我练了一早上，炒飞了5次，你要是不吃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好咸，焦渴，还有腥味，这是什么黑暗料理？怎么样，味道还可以吧？还是有进步空间的。呸呸呸！这什么玩意儿，太难吃了！奇怪了，我明明按网上教程一步一步做的呀，盐只放了2勺，怎么这么咸？你炒这么一点番茄炒蛋放了2勺盐，我明明认真学了，看你做饭觉得挺简单的。废话，我有系统，你有吗？你平时连泡面都懒得煮，今天怎么突然想起做菜了？这可不像你。哥们儿，我恋爱了。男的还是女的？老子是正常人。说说咋回事？上周我妈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，我本来不想去，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是我高中暗恋了3年的苏月，我们聊得挺好，但聊天的时候我脑子一热，吹牛说我一个人住，天天自己做饭，手艺牛逼的不行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说周日要来我家尝尝我手艺，我当场答应了，回来就后悔了，所以就赶紧把你叫来救场。
你就拿这个招待人家？疯子，咱俩兄弟一场，你教会我做番茄炒蛋就行。苏月说她最爱吃这道菜，你也不想看到我错过这辈子的缘分吧？行吧，先去厨房，我看看你操作，从头教你。我去，你不想活了？我操，疯子，你干什么？好好的踹我！你阀门是不是没关啊？这么大味儿你闻不见，一点火咱俩直接被炸飞，你不要命了！我收拾完脑子糊涂忘了关，真对不住。还好你反应快。就你这毛躁性子，还想学做菜招待女生，稍不注意就要出大事。燃气还没散尽，密闭空间抽烟遇明火直接爆炸，你是真想把这栋楼掀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脑子乱了。江子，你想让我教你做菜没问题，但你得跟我保证，以后做菜身边必须有个人盯着。我发誓，以后做菜身边绝对有人盯着。行，你先做一遍，我全程指导。洗菜之前先把锅刷干净，反正都是做番茄炒蛋，刷锅不刷干净，今天我不教了。想学做菜，先学会收拾厨房，连厨房都收拾不干净，你做出来的东西敢让苏月吃吗？行行行，我刷，不仅要刷，还要刷干净。疯子，可以了吧？算你勉强过关，正式开始吧。跟你学做菜也太麻烦了，早知道。你要后悔的话，我这就回去。哎，别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是真心想学。这小子第一次为了一件事这么伤心。怎么样？我切的还行吧？马马虎虎吧，至少没切到手。那必须的，切菜这点小事对我来说还不是手拿把揣。等会儿，先把天然气阀门打开，刚才我关了。哦，对，忘了。峰哥，那我点火了啊。你看，不是没事儿吗？你真是小题大做。行吧，继续。你干嘛？炒番茄啊？应该先炒鸡蛋，而且你锅都不放油的吗？啊，对，我把顺序搞错了。锅你不管了？江子，实在不行你买点预制菜吧。周日苏月来了，你假装说是自己做的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万一他要来厨房帮忙，不就露馅了？苏月最讨厌别人骗他。调味的分量看清楚了，半勺盐，半勺白糖，少许生抽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试试了。成了，疯子，快尝尝。味道可以，比刚才那份强了10倍不止。盐稍微淡了点，下次多半勺。鸡蛋炒的时间不要超过10秒，会更嫩。我靠，
我李江有朝一日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菜，我感觉比我妈做的都好。行了，别飘了，我教你蒸米饭。明天你俩总不能光吃番茄炒蛋吧？得嘞。如果要练习，身边必须有人看着，我可不想明天在新闻上看到你的名字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录了全程视频。下周任务已开启，任务内容：下周1至周5卖出指定菜品500份，每日菜谱需前往指定地点签到领取，营业时间21点到24点，任务进度0%，任务奖励固3发个小时生发丸。还行。固发生发丸，什么鬼东西？我才25岁，需要这玩意儿吗？系统，你能不能大方点，哪怕给点现金也行啊。不会吧，我才25就要秃了。系统，你是我的救星。下周任务领取后中途不可放弃，请问宿主是否确认领取任务？确认，哪怕犹豫1秒钟，都是对头发的不尊重。任务已确认，每日菜谱解锁方式已更新，请宿主明日前往世纪欢乐园进行打卡签到。签到方式：体验园区内80米蹦极，解锁菜谱满级红烧肉技法。多少米？80米。 80米！系统，你是想要我的命啊！我恐高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站高地方往下看一眼，腿就哆嗦。请宿主按照要求完成任务。系统，我现在能放弃任务吗？大不了以后我多吃黑芝麻。宿主已确认领取任务，任务中途可放弃。那不完成有什么惩罚？已确认领取的每周任务如未完成，将暂停发布任务1个月。暂停1个月，那损失也太大了。行，算你狠，不就是80米蹦极吗？眼睛一闭往下跳就行了。为了头发，为了系统奖励，老子拼了！救命！还好只是个梦，但这梦也太真实了。我操！我能不能比他强点儿？建议想不开的人来体验一下。我下来之后蹲垃圾桶旁边吐了半天。不说了，换裤子去了。该死的系统，解锁个菜谱而已，至于搞这么刺激的项目吗？就不能换个温和点的，比如旋转木马？大哥哥，你又来啦！今天带什么好吃的？红烧牛肉，热的，中午和你爸爸一起吃。陆峰兄弟，又麻烦你了，快进来喝杯茶。不了，林哥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大哥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游乐园。游乐园？我也想去。爸爸，我们跟大哥哥一起去吧。我想坐旋转木马。我也想坐旋转木马。兄弟，你去游乐园干什么？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我想去试试那个80米的高空蹦极。蹦极？那可是80米，你确定？确定。行啊，兄弟，够爷们儿，有胆识。林哥过奖了，其实我也是被逼的。被逼的？谁逼的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摆平。不是，没人逼我，是我自己想突破一下，被系统逼的也算吧。大哥哥，你要注意安全哦。放心吧，西西，我没事儿。陆老板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蹦极？好巧。陆老板，你不知道，群里今天都在猜你这周什么时候营业，你告诉我呗，我好在群里抢1000块红包。怎么偏偏在这儿遇到时刻？万一我惨叫跳下去的样子被传出去，以后在店里还怎么维持高冷人设？等会儿跳完了告诉你。家人们，重大发现，我在世纪乐园巧遇陆老板，他也要蹦极。谢谢你啊，孙启明，我真谢谢你。七夕带我来蹦极，孙启明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下一位，陆老板，到你了。
用不着你提醒。小哥别紧张，咱们这安全措施很完善，要不要喊两句？喊出来就不紧张了。不用了，直接来吧。完了，腿软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数3个数，你往前倾就行。我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我操！我居然真的跳下来了！恭喜宿主完成世纪欢乐园签到，解锁菜谱满级红烧肉技法。终于结束了，这周的第1道菜谱就是蹦极。后面4道还不知道是什么更离谱的要求。宝宝，咱们跳吧。你看陆老板跳了也没事儿，多浪漫啊！孙启明，我腿软了，我想下去。没事儿，有我呢。嘿嘿，安全员大哥，这绳子结实吧？放心吧，小哥，别说是你们俩，再加一个人也断不了。要不咱不跳了，去坐摩天轮好不好？都到这儿了，拿出气势来！孙启明，你大爷！七夕带女朋友来蹦极，这小子是真不怕分手啊！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务室躺会儿？没，哇！他中午吃多了，吐完就好了。陆老板，你还没告诉我这周几点营业呢？晚上9点到12点。宝宝，赵老板真发了1000块，这周红包是我的了。你不难受啦？那必须的。宝宝还想玩什么？今天我全听你的。那我还想再跳一次蹦极，刚才闭着眼没看清。宝宝，要不咱去坐摩天轮吧，旋转木马也行。不要，我就想跳蹦极。哎呦，我突然肚子疼，中午冰淇淋吃坏了。你也不想我跳下来的时候一泻千里吧？10分钟，回来晚了你自己跳。谢谢姑奶奶。你们说这周陆老板会出什么新菜？上周的猪脚面我现在还惦记着呢。今天周一了，按照陆老板的尿性，肯定有新花样。我操！你们看那边，那是巴赫吗？这车得好几百万吧？是哪个大佬来美食街了？我操！是陆老板！陆老板之前还骑小电联呢，这就换巴赫了。陆老板原来这么有钱，开几百万的豪车来美食街开小餐馆。陆老板，那巴赫是你买的还是租的？陆老板，今天新菜是什么？我晚上特意没吃饭。大家应该都看到群消息了，这周营业时间晚上9点到12点。今天的新菜是红烧肉，不过只有20份，先到先得。20份，今天这位置绝对抢手。老徐，你说前面的人不一定全买红烧肉吧？难说。好香啊，这股味道是红烧肉。小张，这味道是从哪家店飘出来的？陆老板肯定又出新菜了。红烧肉只有20份，我这第10个位置，价高者得，现在出到150了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这吃个饭也要竞拍？周主任，在陆老板这儿，这都算常规操作了。有意思，能让食客蒸成这样的菜，我倒真想知道是什么味道。550一次，550两次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小张，你去找那个黄牛谈谈，把位置买下来。孙老明天就要回川渝了，别让他留遗憾，钱多花点无所谓，回头我给你报销。都550了，再涨下去，快去，晚了位置就没了。大叔，等等，你这位置能不能卖给我？哟，张医生，你也想吃红烧肉？人家已经出到600了，你打算出多少？大叔，咱也算认识了，能不能便宜点？那不好意思了，等会儿我用别的东西换。什么？看到那位老爷子了吗？那是国内顶尖的消化科专家孙荣光孙老。明天下午回川渝，你要是把位置让给我，我安排孙老给你会诊一次，不用排队。你应该知道孙老的专家号有多难挂吧？你说真的？真的能让孙老给我回诊？当然，明天上午你来医院找我，我给你安排。成交，位置给你。孙老，院长来电话了，说有个紧急会议需要您回去一趟。行，那就先回去。周主任，那位置呢？我还换不换了？换，
你去排队，一会儿买完红烧肉送到医院会议室来，记得多拿双筷子。啊！我费了半天劲换来的位置，结果还是我去排队，我去买，然后送到会议室。那我的晚饭呢？唉，算了，至少孙老能吃上红烧肉。至于我的猪脚面，明天再说吧。这种枣花香猪从小在生态果园放养，吃茉莉花螺旋藻和山泉水，每天走3公里，听世界名曲长大，肉能不香吗？系统商城的东西确实不含糊。炖1个小时，等开始营业刚好出锅。这味儿也太香了！我红烧肉吃过不少，但这香味闻着就不一样。陆老板炖肉的时候，光闻味儿就知道肯定差不了。老板，这味道也太香了，是新菜吗？对，这周第1道新菜红烧肉，等会儿你忙完给你留2块尝尝。我吃过饭来的。老板，这名片好精致，不留吗？留着没用。营业时间到了，请大家按顺序进来点餐。正好第20个，前面19个都买了红烧肉，那我就是最后一个拿到的，运气真好。老秦今天运气也太好了。老秦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免谈，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抢我的红烧肉？想吃明天早点来排队。老秦，你看我家里还有几瓶82年的，你把位置让给我，回头我给你1瓶，怎么样？老秦，我家里有一罐今年的头波明前龙井，你给我分1半红烧肉就行，茶回头给你送过去。老秦，你要老伴儿不要？我听小雨说你那个跳广场舞的舞伴长得挺……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我跟人家是纯洁的革命友谊。行了行了，看你们几个没出息的样子，这红烧肉等会儿1人分你们1块，赶紧点餐去，别耽误人家小姑娘工作。我要阳春面，多放葱花。我要鲜肉小笼包，我要猪脚面。这卖相值了。红烧肉入口即化，肥肉在舌尖融开，瘦肉酥烂不柴，酱汁的咸甜和肉香在嘴里层层绽开，最后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草木清香，完全不油腻，这才是真正的红烧肉。我以前吃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？老秦，说好分我们1块的。哎，吃吧吃吧，就这1块啊，多了没有？你们这家店1份小笼包卖50，里面放金子了吗？先生，我们一直都是这个价格。一个小破店还搞饥饿营销，限量20份，装什么大牌？兄弟，你再说一遍。怎么抱怨2句就要打人我？可是顾客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可没碰你啊，大家都是证人。今天店里人多，一会儿我要是不小心撞到你，那也是无心的，可不能算我故意的。你不要过来，你就是老板，我来你这儿吃饭，他上来就要动手，你店里这么纵容员工，以后谁还敢来？我这店开业以来一直是这些规矩，你要是来吃饭我欢迎，你要是有心找茬，那你出一份。我当然是来吃饭的，不然谁大晚上跑你这破店来？你嘴上还不老实是吧？我陆丰开店以来，凭的是手艺留人，觉得贵可以不买，觉得规矩多可以不来，但在我店里找事儿，恕不招待。先生，您还要点餐吗1份鲜肉小笼包。好的，50元，请您在旁边稍等，餐好了我叫您，需要您自己端。连服务员都不配，服务也太差了吧！兄弟，你来之前没打听打听，陆老板这儿一直都是这样，我们都习惯了。你要是觉得服务差，下次可以不来。先生，您的小笼包好了。确实跟别家的不一样。我是红安饭店的主厨程凡，我要跟你们老板比试厨艺，营业时间忙，没空。先生，你的小笼包还没吃完，我们店的规矩不能剩饭，吃不完可带走。怎么规矩那么多？我就要走，能怎么样？会被我们拉入顾客黑名单，不再允许进店用餐。店不大，霸王条队倒很多，今天我就走了。老秦，明天咱还来不？我明天早点来排队，自己买1份，不再抢你的了。你终于想通了，明天我跟你一块来，老徐、老魏也来。不过明天得早点，5点半就得到，不然又排不上。成，明天我让小李把车开过来，咱们4个一起。在陆哥这上班虽然忙，但看着这些食客吃得开心的样子，自己也很有成就感。今天辛苦你了。陆哥，刚才那个红安饭店的新主厨，你就不怕他在外面乱说？怕什么？他要是真觉得不好吃，那是我技不如人。可故意过来挑事儿，
这种人你越迁就，他就越肆无忌惮。怎么了，江子？嘿嘿，疯子，我今天照着视频练了3遍，番茄炒蛋越来越像样了。明天苏月来，我觉得能糊弄过去。行啊，你小子有进步。不过记住我跟你说的，盐少放，鸡蛋别炒老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兄弟，你这份人情我记一辈子。等这事儿成了，我请你吃大餐。你先把番茄炒饭做好再说吧。对了，你那巴赫明天借我开一圈呗。行行行，等你搞定苏月再说。挂了。明日菜谱解锁方式已更新，请宿主明日12点前往红安饭店进行签到。签到方式：品尝该店招牌红烧肉。解锁菜谱：满级狮子头技法。红安饭店刚拉黑成凡，明天我还得主动送上门去吃他做的菜。算了，比崩家强多了。不就是去吃顿饭吗？吃完就走，不跟他纠缠。明天中午我去趟你二叔的红安饭庄。你明天跟苏月约的是几点？明天下午3点。你中午去我二叔那儿干啥？他又找你麻烦？没有，就是去吃个饭。你明天好好表现，别把人家吓跑了。不会说话，别说。祝你成功。一份招牌红烧肉，其他不用了。先生，只要一份红烧肉吗？对，就一份。小陆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李叔，听说您这儿来了个新主厨，红烧肉是招牌，我来尝尝。哈哈，有眼光，程大厨的红烧肉确实不错。你等着，我让后厨给你做最好的。陆峰来了，点了你做的红烧肉，你好好做。他主动来的？行，我给他做一份最好的。小陆，味道怎么样？程大厨的手艺给个评价呗。一般吧。一般？你说我这红烧肉一般，你倒是说说看哪里一般了？这可你让我说的。汤汁收的不够浓，瘦肉没完全入味，香料放的重了点，把猪肉本来的香气压住了。你的手艺不差，但这道菜还有改进空间。我师傅是国宴大厨齐云收，他教了我5年。你说我的菜一般？你师傅是你师傅，你的菜是你的菜，该说的我说完了，信不信随你。陆峰，你等着，我早晚让你亲口承认我做的菜不比你的差。行，我等着。恭喜宿主完成红安饭店签到任务，解锁菜谱满级狮子头技法。狮子头拿到了。系统出品，食材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颗粒感刚好，加入马蹄碎让口感更丰富。炖1个小时，刚刚好。西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爸爸呢？爸爸公司临时加班，来不及陪我吃饭。我闻见你家飘出来的香味，就自己走过来啦。吃吧。谢谢哥哥。大哥哥做的狮子头，全世界第一好吃，比所有好吃的东西都香。这几颗打包带走，等你爸爸加班结束回家，热一下就能吃，给他当夜宵。明天出新菜，狮子头。王浩、徐涛，你们几个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啊！峰哥，我们去实习刚回来，宿舍都还没回呢，
我跟他们说您这儿加了好多新品，他们学校都没回，先来您这儿了。行啊，算你们有口福。新上的狮子头炖的入味儿，还有你们爱吃的爆辣炒面，今天破例1人2份，那就各来4份。我们今天非得尝尝峰哥的新菜。得嘞。肉丸软糯的像糯米糕，酱汁在嘴里炸开，香味层层叠叠，太幸福了。来吧，学长们，尝尝陆哥手艺进步没？我去，这辣的也太爽了！辣是真辣，香也是真香，这面条比外卖带劲多了。这狮子头也太绝了，肉嫩不散，汤汁还特别香。峰哥可以啊，新品直接把我们拿捏了。慢点吃，不够再加。不用不用，这量已经够狠了，主要是太香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舒服了。这趟回来第一顿就吃这么好，学校食堂瞬间不香了。峰哥手艺真没变，甚至更好了。刚实习回来肯定累，今天这顿算给你们接风，以后想吃了直接来。必须来，我们全员都来。朱大肠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瘦了？你也这么觉得？我自己也感觉最近裤子好像松了点，你下巴那层肉好像确实少了点。你没减肥？没有啊，天天坐着写小说，能吃就吃，能睡就睡。难道是因为天天来陆老板这吃？可能是吧。你吃陆老板的东西，别的东西吃的少了，自然就瘦了呗。好像还真是。以前吃完饭还得吃一堆零食，现在晚上回去啥都不想吃了。那干得好，以后天天来陆老板这儿吃美食还能顺便减肥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小云，你带陆老板的东西回来了。今晚是新菜，红烧狮子头，老板让我带回来尝尝。小云，能不能分我一小口？我就闻一下，不吃的。太好吃了！完了，我的减肥计划。但是真的好好吃啊！程凡，你今天又在后厨跟配菜师傅吵起来了，人家干了10几年了，你就不能给点面子？他切的胡萝卜丝大小不一，我说2句怎么了？做菜不讲究细节，还当什么厨师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那天陆丰来挑的毛病你都改好了。李老板，那可是我师傅手把手教我的手艺，凭什么他陆丰张嘴闭嘴就给贬得一文不值？行，你说了算，但有一条，别再把客人气走了。今天的投诉单上又有你的名字。知道了。陆峰，你等着，前2天的账还没跟你算呢。小张，你又去买那家的红烧肉了？院长，孙老明天就要回川渝了，我想着让他再尝尝，这份刚出锅的还热着呢。小张，你这孩子有心了，不过明天就走了，吃这一顿，走了以后就更惦记了。孙老，我们医院消化科正好缺您这样的专家指导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我安排一下，以后每个月请您来1次。院长说的对，孙老，您来指导一下，我们年轻医生进步快多了。你们这是拿红烧肉收买我啊？孙老，我们这是拿医术交流的名头，顺便满足一下您的胃。行，下个月我再过来一趟。不过说好了，讲课归讲课，吃饭的事儿我自己安排。孙老，您来了，我天天给您排队。好，我们可是都听见了。张医生，楼下有个大叔说要找您，说您欠他一个会诊。差点忘了，你让他上来吧。张医生，我昨天来了一趟，说孙老走了，今天又来了，
这回总能见到了吧？孙老确实回川渝了，但我给你安排了周主任，我们消化科的主任，经验不比孙老差。你做了检查没有？检查昨天没做，今天来了才想起来。那先去1楼做检查，做完上来找周主任，我跟他打个招呼，你直接去就行。行，谢谢张医生，我这就去。龙哥，您来啦，还带了美女姐姐。对，这都是我的吃播朋友，今天我们组团来吃。我要一份爆辣炒面。我还要狮子头。我要红烧肉。正好红烧肉剩最后一份，这就给你们上啊。陆老板要是天天能换菜就好了。天天换，养得美。我决定了，以后每周至少来3趟。反正我直播完，反正没事儿，来这吃一碗比吃外卖强10000倍。小肥龙，今天吃的还满意？满意，太满意了！我这些朋友以后都准备常来。好嘞，欢迎你们天天来。喂，怎么样？我炒的番茄炒蛋他全吃完了，他说味道还不错。我这是不是成了？那感情好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没想到你还会做饭。我说那必须的，以后天天给你做。他笑了。这小子为了苏月，连厨房都敢进，看来是真上心了。那行啊，以后你就能天天做番茄炒蛋了。不过多学几个菜吧，别让人家吃腻了。行，到时候再找你学。没问题。李老板，你跟陆峰不是熟吗？你去跟他说说，让他跟我比一场。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承认他的厨艺比不过我。我要是说话管用，当初来我这儿当大厨的人就不是你了。陆峰这人倔得很，我说不动他。我必须跟他比一场，不然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国宴大厨的徒弟和街头小店老板的厨艺对决，这是县城的噱头啊！程凡，你真想跟陆峰比一场？李老板，你有办法了？有个办法可以试试，但不确定陆峰接不接招，而且需要你配合。李老板，你说，只要能安排我俩比一场，让我怎么配合都行。那好，不过你也得答应我，后面几天别再跟客人吵架。你要是再惹事儿，这事儿我就不管了。我保证不惹事儿。过几天我以红安饭店的名义办一场江城厨艺交流赛，邀请陆峰参加。到时候全江城餐饮界的人都会来，你跟他正面对决。好，就按李老板你说的办。但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陆峰的厨艺确实不差。如果输了，我不会输。我的红烧肉是师傅亲传，他陆丰一个街头小店的老板能有多大本事？行，那这事儿我来安排。这段时间你好好练练你的菜。李老板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程凡的手艺才是最好的。不管谁赢，红安饭店这波热度都跑不了。请宿主明日12点前往大洋海鲜自助餐厅进行签到，签到方式为50位顾客提供炒面，可解锁菜谱满级小炒肉技法。去海鲜自助餐厅做炒面，还要让50个人吃，系统你是在逗我吧？谁去海鲜自助吃炒面啊？任务内容无错误，请宿主按时完成。算了，比蹦家强多了，至少这次是正经做饭。林经理，大事不好了！负责炒面的刘师傅今早临时打电话请假，家里急事半天赶不回来，我们切配的根本腾不开手兼顾炒面。唉，我刚联系2个兼职师傅，全都没空，正愁怎么解决呢。经理，我会炒面，如果你们缺人手，我可以临时顶半天。你看着不像干后厨的，炒面火候调味讲究得很，别到时候客户不满意，反而添乱。不用直接上岗，我现场炒一份鸡蛋虾仁炒面。你们后厨师傅和你先试味，合胃口再录用我也不迟。这味道也太绝了！时间紧迫，你现在就上岗，工资按临时后厨结算。师傅，麻烦给我来一份虾仁炒面，小份就行。稍等2分钟，马上给您出餐。什么面把你看愣了？快尝一口，味道绝了！要是不好吃，周末我单独请你吃大餐。自助餐厅里得到炒面全是寡淡无味，这个面筋道，鲜味全锁在里面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唉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恭喜宿主完成大洋海鲜自助签到任务，
解锁菜谱，满级小炒肉技法。总算全部做完了。系统，你可真是要累死我了。陆师傅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救急。这是我的工作名片，以后刘师傅再临时请假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你过来帮忙，薪资待遇都好商量。新任务更新，请宿主明日16点前往兴达广场进行签到。签到方式：参加广场活动现场互动环节，可解锁菜谱5香茶叶蛋技法。去广场参加互动环节，就这么简单？系统，你这次不坑我了？任务内容无错误。不对，上次去红安饭店吃顿饭碰上了程凡，上一次蹦极差点没把我送走。这次任务连续发布，参加互动环节肯定没这么简单。摄像机将随机抽取幸运观众上台唱一首歌，回答3个问题，就能赢取精美离谱。唱歌不是做菜。屏幕中间这位穿白衣服的帅哥，别躲了，恭喜你成为今日幸运观众，快上台来。行，那我唱一首。目的是多么多么寂寞，目的是多么空虚。这彪子跑10万8千里，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主办方咋随机抽人的？放过我们耳朵吧！感谢这位先生亲情献唱，礼品全部送达。咱们下一位幸运观众马上抽取，有请摄像老师切换镜头。请。我副歌还没唱完呢，怎么直接赶人了？恭喜宿主完成兴达广场互动签到任务，解锁菜谱满级5香茶叶蛋技法。指定是我唱功太出众，压过主持人风头。还好任务顺利完成了，茶叶蛋配方到手，血赚不亏。这茶叶蛋价格是不是写错了？88一份。没写错，老板定的价。我操，茶叶蛋88一份，这是抢钱吧？超哥，你确定没被坑？这价格也太离谱了！小陆，你给老子出来！这么好的茶叶，你拿来煮鸡蛋？老秦，你这是咋了？不就是2个茶叶蛋吗？你们自己闻，仔细闻这茶香。这香味儿，该不会是祁门红茶吧？还是顶级的那种？这是祁门里茶，1斤上万块，有价无市。这小子居然拿来煮茶叶蛋！小陆，你这不是糟蹋好东西吗？这么好的茶叶你不喝，拿来煮鸡蛋？上万块的茶叶煮的茶叶蛋，那这蛋得卖多少钱才不亏啊？陆老板这是真的不差钱啊！上万块的茶叶说煮就煮了。兄弟们，收回刚才的话，这价格好像不仅不坑，还卖便宜了。秦爷、魏爷，你们先别急，这茶叶是不便宜，但这鸡蛋也不是普通鸡蛋，您先尝尝味道，再说我浪不浪费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一个鸡蛋能有什么花儿。这花纹，这茶纹怎么像画上去的一样？还真像是山水画。这小子手艺确实有东西，茶香和蛋香融合的恰到好处，蛋清 Q 弹，蛋黄绵腻，连一丝蛋腥味都没有。这鸡蛋确实配得上祁门里茶。老秦，你分我一半呗。没门儿，想吃明天自己排队买。家人们，信我，陆老板的手艺绝对物超所值。这猪脚软糯不腻，那天看你吃，我都要馋死了。陆老板的手艺，吃一次就忘不掉。家人们看看，这是我兄弟小培龙，他也是陆老板的忠实粉丝。各位粉丝们好，我可是陆老板最早的一批食客，从我第一次来吃到现在，这店越来越火，好吃的东西是藏不住的。王编导，
一点心意，专门请你们节目组过来给我们红安饭店拍一期专题片，重点拍程凡的国宴红烧肉。片子播出后，广告费流量分成，我另外再补。李老板这么客气。我们栏目本来计划去陆家餐馆做专访，档期本来排满了，陆家那家店营业时间飘忽不定，采访难度大。我们程范是国宴大厨弟子，题材更有看点，拍出来收视率绝对稳。这点钱就当辛苦费，您多通融。采访镜头多给我，红烧肉全程拍，我师傅齐云三的名号一定要重点提。放心，脚本我回头调整，核心素材全放在你的菜品制作上。明天中午准时带团队过来开拍。好嘞，辛苦王编导。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红安饭店，来探访国宴大师、亲传主厨程凡的招牌红烧肉。肥瘦平衡恰到好处，酱汁醇厚，不愧是师承国宴大师的手艺。成片剪完第一时间遭给你审核。另外，我们的新媒体矩阵会分发成片切片，到时候艾特你们饭店的官方号造势引流。后面的就看你了。谢谢王编导，谢谢王编导。有了这波宣传，饭店再撑2月不是问题。这2月里，我一定要约到陆枫，跟他同台比拼。今晚新菜小炒肉。又来新菜了，小炒肉。陆老板，赶紧来一份。好嘞，朱大哥您稍等。不是吧？这肉片外面微微焦脆，里面却嫩得爆汁，又香又辣，太下饭了。朱大哥，小炒肉偏辣，你悠着点吃，别辣着了。没事，辣得过瘾。陆老板这手艺真服气，做什么味道都这么好。陆枫兄弟，西西今天去医院复查了，各项指标都正常了。医生说再调理1个月就能跟正常孩子一样了。那太好了。陆枫兄弟，是你救了西西，这份恩情我林一鸣记一辈子。林哥，你太客气了。明天中午我炖点汤给西西送过去。那太好了，西西这2天还念叨你呢。系统给的厨艺能让一个厌食症孩子重新开口吃饭，这比我赚多少钱都值。这祁门红茶煮出来的茶叶蛋，陆老板的茶叶蛋都上直播了，祁门红茶煮的，这我还真没见过。求问陆家餐馆的茶叶蛋真的值88，想试试但又怕被宰。正好趁机去聊一下食疗的事。要是能和陆老板合作治病，一定是个造福社会的好事。我让你们去拍陆家餐馆，你们给我拍了个红安饭店。陈主编，那家店的老板不配合。不配合你就换人。我让你拍的是陆家餐馆，你知不知道那家店现在有多火？连京城那个美食评论家安良都去吃过。今晚再去一趟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拿到陆家餐馆的素质，再拿别的店回来糊弄我，你们俩都别干了。是陈主编。今天该不会白跑一趟吧？这家店每周营业时间不固定，这周是晚上9点，现在才6点半。你们是记者，来采访陆老板的。我跟你们说，
你们早该来了，陆老板手艺绝了。我天天来吃陆老板的饭，2个礼拜瘦了10斤，你说神不神奇？不光如此，我们医院有个厌食症小姑娘，吃了陆老板做的饭后，病情大幅好转，这在医疗史上都没见过。你们说的也太夸张了吧？你没吃过，别瞎说，不信你尝一次就知道了。陆老板，我们是江城电视台深夜美食节目组的，今天过来想跟您商量一下，能不能让我们拍摄一些您做菜的画面？你们之前不是来过了吗？我记得我拒绝过。陆老板，我们保证不打扰您备菜。拍完就走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到了美食街上最火的陆家餐馆。这次拍的不错，明天就安排播出。好的，主编。不过你们这20中不够，我决定做成系列纪录片，食客们的故事、店里的规矩，都要深入挖掘。系列片，如果这个系列做得好，冲到收视率榜首不是没可能。可是这个老板他没有可是，我只要结果。但是我觉得应该……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，就这样。你们出去准备后续稿子吧。毁灭吧。光有辣椒炒肉，没有米饭，总觉得差点意思。系统，能不能给一些主食类的技法？我想搭配炒菜一起卖。检测到宿主提出需求，经系统判断需求合理，新增临时任务。任务内容：今日营业时间内出售100份辣椒炒肉套餐，每份套餐包含辣椒炒肉1份、蔷薇香露米饭1份。任务奖励：殿堂级满级刀工。注意，临时任务不计入本周任务进度。香露饭，满级刀工，这奖励不错。希望这次能做出完美的米饭。老板，今天有米饭了，给我来1份套餐。香露饭，这玩意儿现在还有人会做？我以前只在老辈人口里听说过，都快失传了。真有这么神？我找了大半辈子都没吃到过。这饭有花香，还有回甘。陆老板，你这米不像人间的米。就是这味道，我找了大半辈子。小陆这孩子真是个宝藏厨师。临时任务完成，奖励满级刀工已发放。才1个小时100份就完成了。还真能切出这种效果。以前看视频都觉得是特效，现在自己也能做到了。系统给的奖励真是越来越实用。李老板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联系上陆枫？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都不接。那怎么办？你之前说的厨艺赛到底还办不办了？我侄儿李江跟陆枫是铁哥们儿，我让他帮忙试试。喂，小江啊，是二叔，有件事儿想麻烦你。那个，你不是认识陆老板吗？疯子，是我二叔，他想让你跟红安饭店那个程凡比一场厨艺，说要办个什么江城厨艺交流赛，他不就是想借我的名气给红安饭店拉热度吗？之前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，我都没接。没关系，你要是不想去，我就回他说你忙。李湘夹在中间确实，但我实在犯不着去给红安饭店当噱头。兄弟这么多年，我也不想你为难，
你回去跟你二叔说，我不参加什么厨艺赛，但我可以私下跟程凡比一次，就我俩，不比给任何人看。陆枫答应了，但不参加交流赛，就你跟他私下比一场红烧肉，3天后就在这儿。他答应了，不做宣传更好。我跟他之间的事，本来就不需要别人围观。你是高兴了，可我的噱头怎么来呀？今天没有观众，各做一道红烧肉，3位评委评判口味，开始吧。入味了，火候到位，水平不错。来尝尝这份。这味道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酱香和肉香融合的天衣无缝。我做了30年厨师，没见过比这更好的红烧肉。差距很明显，不需要打分，陆枫胜出。什么？我不相信！肉怎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？你赢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你的手艺底子不差，只是还差一点耐心。做菜这件事儿急不得。我师傅也说过一样的话，他说我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急了。我一直没听进去，今天信了。3位老师辛苦了，回去写美食稿件，多写写咱们红安饭店，帮我们多引流，涨点人气。行，我们记着。不过之后但凡有陆枫到场的厨艺赛事，你一定要提前联系我们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就惦记陆师傅的手艺，可不是嘛？吃过他做的东西，普通馆子的菜都入不了口。程凡，前厅那几桌客人的红烧肉催了多久了？你怎么还不做？不想做。什么不想做？你现在是上班时间。李老板，我练了5年红烧，我师傅说我有天赋，结果连一个街边小店老板都比不过。那你要怎样？就这么撂挑子了？菜我会做，但我需要时间想清楚一些事。你要是等不了，可以换人。换人？你说的倒是轻巧。要不是陆枫拒绝我，要还能找到更高水准的厨师，我还天天这么供着你。你来我办公室。程凡，输一次不输代表什么？你才多大，路还长着。我从来没输过，从拜师那天起，我做的菜师傅就没说过不好，我以为我行了，结果今天才明白差得远。那你就好好想想，菜该做还是做，其他的事儿我帮你顶着。但下周你还是要出红烧肉，不想见客就不见。行，李老板，我答应你，菜我不会耽误。陆哥，大厅里还有位客人没走，他说有事儿找您。陆老板，打扰了，我叫方圆，我是来请您帮忙的。什么事儿？我母亲走得早，我父亲这10几年一直放不下。上周我来您店里吃过红烧肉，那个味道和我母亲做的很像。下周6是我父亲生日，我想请您到我家给他做一次红烧肉，报酬10万。方小姐，味道再像，终究也不是你母亲亲手做的。我知道，但哪怕只是一口熟悉的味道，能让他那天开心一点也好。好，周6我去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陆老板。
下周6方老板的私人宴席，我给你搞了张入场券。听说方老板最爱吃红烧肉，你正好出去走走，顺便看能不能也让他尝尝你的手艺。他要是肯点头，相信也能给咱们带来不少关注。我随便。这可是你最拿手的，做好了，方老板高兴了，对你以后在江城的路子也有好处。听说陆枫也去，你不是还想再跟陆枫比？比，当然要比。触发主线暖心支线任务。任务背景：自店铺开张至今，大学生们小肥龙、秦爷一众老食客始终无条件信任、支持宿主，是陆家餐馆立足江城的根基。若无这群最早的支持者，你无法一路走到如今。任务内容：3日内筹备一场专属答谢家宴，免费宴请所有初代熟客，帮扶过你的普通人，无限菜品，无限份数，唯一规则严禁浪费。任务奖励：五谷百味窖藏坛1套，内含百年老卤母翅、陈年复合酱料全套，永久自带所鲜增香被动效果。卤翅、红烧、炖肉类菜品风味直接提升1个品级，附赠专属储物冷藏窖空间，无限存放卤料酱汁，永不变质。说实在的，当初刚开店门可击冲，是那群大学生和秦爷天天准时来撑场面。胡大爷不计价钱给我供新鲜菜，小肥龙主动帮我宣传引流，没他们我这店撑不过起步散的那段日子。宿主重烟火之感恩，本次任务无硬性时长压力，只需用心招待宾客即可。行，这顿答谢宴我必须好好安排。小笼包、红烧肉、狮子头、五香茶叶蛋、小炒肉，所有招牌全部备足。今天起就通知大家，明天到店敞开吃，不设限额。有这套百年老卤，以后红烧卤味菜品又能再上一个层次，正好用来好好感谢一路陪着我的老熟人。陆老板今天怎么突然请这么多人吃饭？该不会是散伙餐吧？别瞎说！要是散伙饭能把我们这几个主播和秦哥他们放在一桌，分明是陆老板心里有咱们，才都叫上了。小陆这孩子平时看着闷声不响，心里装的人还挺多。这些多久都是常来的老面孔。关键是他这店开了这么久，规矩多，限六严，还能有这么多人愿意天天来，那是。爸爸，大哥哥叫这么多人一起要干什么呀？一会儿等大哥哥出来就知道啦。今天请各位来，就是想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，但有一条不能浪费。陆老板万岁！我早就想试试狮子头配猪脚面一起吃是什么味道了。西西，今天人多，等会儿你大哥哥做的东西上来，你要帮忙看着点，别让你爸爸一个人全吃光了。我会看着。前段时间一直在外出差，这不听爷爷说你问我近况，赶紧订了最早的飞机回来尝尝你的手艺。难为大小姐了，百忙之中还回来看我这个小人物。这哪儿的话呀，在外面再好吃的饭都比不上一口你亲手做的饭菜香。行了，快去备菜吧，你看大家都虎视眈眈的呢。好嘞。下次见。丁，恭喜宿主任务成功，奖励五谷百味窖藏坛1套，获得新菜谱秦飞最爱吃的满级东坡肘子技法。系统，你可别乱磕 CP 啊！东坡肘子又是一道硬菜。收到，肉肉准时到。今日限定新品殿堂级东坡肘子，限量30份，先到先得。太香了，这卖相绝了！家人们快看这蛋88，小笼包50，一份小炒肉快200，普通家常菜漫天要价，纯属收割网红流量韭菜。我看这茶叶蛋跟便利店2块5的没半点区别，纯粹营销炒作，智商税拉满。又是你们俩专业黑店流量号，全网都知道你们专挑热门小店恶意剪辑抹黑，靠差评播放，还好意思坐在这儿拍？知道煮这茶叶蛋用的祁门头春红茶1斤多少钱吗？上万的茶料慢卤12小时，蛋白自带山水茶纹，你一口没尝明白就张口抹黑。小伙子吃饭可以随心评价，但不能颠倒黑白。小陆开店从来不搞营销炒作，全是我们这帮老食客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口碑。顾客实话实说还不让讲，我视频正常发，曝光黑心店家。我所有食材进货单据、质检报告全贴在前台墙面，茶叶、土猪原料全部可溯源，随时欢迎市场监管上门查验。真心来吃饭的客人，我永远欢迎。刻意带节奏、恶意抹黑博流量，本店永久拉黑，以后禁止进店消费。二位要是继续在店内扰乱经营，我只能联系商圈安保和市场监管人员到场协调。天天蹲点排队，味道实打实惊艳，从没见过老板主动宣传。
厌食小姑娘吃他家饭菜慢慢康复，食疗效果都有医院记录，人家靠的是真手艺。这帮跳梁小手，终于有人治得住他们。丁，本周全部经营任务圆满完成，主线长期任务匠心之路正式刷新。之前做吃食只能靠味道打动食客，这下能真正用美食调理身体，也算不白拥有这套厨神手艺。陆师傅，家铺寿宴周6上午10点，食材场地全部备好，期待您的红烧肉。二叔那边程凡还憋着劲儿，说寿宴现场想跟你再比一次红烧肉，他这次潜心苦练半个月，非要分出高下。